下面学习腿，看一下成品。腿分为左腿和右腿，这里的左右是以玩偶自身的左右来区分的，都是在脚起正的另一侧，逆时针绕圈螺旋钩织，然后来回往返钩织，接着钩一圈边，最后缝合到主体上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右腿，取出一个角，起针位置朝上，在系腰扣位置接线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在左手上挂号，将线钩出。注意钩织时更换对应的钩针型号，再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接线完成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线头可以一起收一下。接着调起针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也就是角第一圈短针的入针位置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核对一下针数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的第2到3圈直接对照表格绕圈钩织，不要忘记标记第一针位置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接着钩第4排，先对照表格继续往左钩织。最后一针引麻针不需要拉紧，这样第4排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5排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空1就是跳过引拔针的辫子，不钩，在左侧针目上开始钩织对应的针法。最后一针引拔针钩完后，第5排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6排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
跳过一针，从下一针开始钩织对应的针法。完成后，第6排就完成了。后面的第7到11排钩法与第6排类似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其完成。第11排钩完后，下面进行钩边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空一针，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针目位置钩完后，接着在左侧下方引拔的入针位置钩一针中长针加针，左侧这个针目位置钩一针短针，下面在左侧2个拐角位置重复钩织这2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中长针，然后挑针目对应钩3针短针。一针短针加针，3针短针，合一针中长针。接着在左侧这个针目上钩一针短针，左侧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中长针加针，
下面在拐角位置重复钩织这2针。完成后，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钩到左侧第一针单独的中长针位置前，钩边就完成了。预留8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右腿就完成了。接着钩左腿，第1到3圈钩法与右腿类似，大家自行对照表格将其完成。小样已经提前钩好了。接着钩第4排，先钩3针短针，1针引拔针，同样不需要拉紧，然后立1针锁针起立，翻面空1针钩织对应的针法。最后1针引拔针钩完后，第4排就完成了。后面的第5到11排钩法与右腿对应排数钩法相同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第11排完成后，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钩边的钩法。直接在左侧这个针目上钩1针短针，然后在拐角位置对应钩中长针加针和短针，重复3次。方法同右腿钩边相同。完成后，在左侧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1针中长针，然后挑针目对应钩2针短针，
一针短针加针，两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，然后在这样的拐角位置对应钩短针和中长针加针，重复3次。完成后，挑针目即引拔针的辫子，一一对应钩短针，一直钩到这一单独的中长针位置前。完成后，预留8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钩边就完成了，左腿的钩织也讲解完了。最后将左右腿与主体缝合起来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缝合方法。先将定型条按照脚的织物形状弯折，整理好形状，接着找到主体收口位置，左右腿钩边的短针加针，与主体倒数第3圈两侧对应。注意与主体两侧对应，不要偏斜。确定好腿的位置后，将定型条整理好，插入主体对应位置。定型条尽量拧成一股。这里4根定型条不太好穿，可以将织物洞眼扩大一些。然后旋转穿入。另一条腿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穿入。
注意电线条穿入时一定不要刮到织物的线。两条腿穿好后，将腿部织片与主体贴合，注意保证两条腿居中对称。可以大概固定一下。确定好缝合位置后，注意腿部最上方大约与主体倒数第16到17圈位置对应。织片不要完全贴合主体，需要有隆起的弧度。同样固定一下。确定好位置后，将线头穿入缝针。沿着腿部钩边卷针缝合一圈。拉紧，注意边缝边调整位置，防止缝歪。小样这里缝合间距较大，实际大家可以缝得更密一些。缝完大约一半后，加入填充物。填充同样要饱满均匀。可以借用钩针柄辅助。
继续边缝边填充。全部缝完后，打结收好。调整造型，这样一条腿就缝合完成了。另一条腿按照同样的方法边缝边填充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腿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眼睛，剪一段钩织主体的线穿入缝针，小样颜色随机，取出主体，可以看到头部有这样2个凸起。在其居中位置，找到第11圈的2个短针加针位置，可以用记号扣标记一下。然后从头部后方任意位置穿入，从一侧短针加针的入针位置穿出。这里可能不太好穿，可以从旁边位置过渡一下。注意表面不要留下痕迹。然后从靠近外侧的针目穿入，另一侧短针加针靠近外侧的针目穿出。穿的时候注意从填充物中穿过。下方入针位置穿入，再从后方任意位置穿出。然后将线抽紧，前面形成2个眼窝，尽量拉得深一些。
可以沿着之前的路线再穿一次固定。拉紧，然后将线头穿在同一位置。拉死结，尽量打得紧一些。线头在织物里收好。这样眼窝就塑造好了。接着取出眼睛，在平的底部涂抹胶水，粘贴在眼窝位置。眼睛之间大约间隔6个短针，按压牢固。这样眼睛就制作好了。最后学习嘴巴，看一下成品。嘴巴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螺旋钩织，完成后加入填充物，并与主体缝合起来。用到的新针法是 W 短针1针放3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一共6针。起针就完成了。导2是指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，这里从倒数第2针锁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的半针，对应钩4针短针。第1针短针上别忘了标记。在其入针位置也标记一下。然后在最后一针锁针上钩1针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针短针。1、2、3，短针1针放3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到了起针的另一侧，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对应钩3针短针。
可以看到两侧短针勾在同一洞眼里。完成后，在最后一个锁针剩余的2根线上，也就是7号扣位置，钩一针短针加针。起针多余的线头可以剪掉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的圈数继续绕圈螺旋钩织，大家直接对照表格针法钩织即可。注意，最后1圈对应针目位置钩完后，还需要钩几针短针。最后预留5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嘴巴完成后的小样，可以在里面加入一点填充物。注意不要塞得太满，适量即可。这样嘴巴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将嘴巴缝合到主体上，找到主体第12圈，眼睛中间的6针短针位置，将嘴巴上方凸起的位置与这几针短针针目位置对应。用7号扣固定一下。嘴巴开口下方与第18圈针目位置对应。注意嘴巴位置居中。确认位置合适后，将线头穿入缝针，沿着嘴巴开口卷针缝合1圈。缝合方法与腿部缝合方法类似。注意边缝边调整位置，防止缝歪。
最后还剩一段距离时，根据实际情况再填充一些。一圈缝完后，将线穿到嘴巴下方中间位置。在嘴巴下方倒数4圈位置缝一下，使嘴巴下方形成凹陷。完成后，最后将线头收好。这样嘴巴就缝合好了，身体其他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服饰，看一下成品。服饰包括衣服、帽子和包包。先钩织衣服，衣服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衣领，然后往返钩织衣服主体，最后加上扣子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完成后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的半针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第1排就完成了。可以将织物放在主体上比对一下。应与主体的脖子位置大致对应。如果不合适，需要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。接着钩第2排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第2排就完成了。第3排钩法与第2排相同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接着钩第4排，先往左挑侧边逗眼，对应钩2针短针，然后挑边缘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1针，短针1针，放3针。
线头一起收一下。然后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一一对应钩短针。最后一针锁针上钩1针，短针1针，放3针。继续调侧边对应钩2针短针。完成后，第4排就完成了，衣领也要完成了。接着钩衣服主体第1排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衣领第3排短针针目的后半针，也就是上1根线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第1排就完成了。我们将这一排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衣服的里面，领子翻折在外面，后面的第2到3排继续往返钩织对应的针法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注意第4排需要换色，这里在第3排末尾进行换线。小样第3排还有1针没有钩，最后1针钩织时，先钩1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取出下一排要换的线，将线钩出，调整一下，完成短针并完成了换线。原线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。接着钩第4排，用新线钩织。注意边钩边将线头顺着纹理收好。线头尽量收在有这样一排小横线的这一面。后面遇到需要换线的情况，都参考这里的演示换线，这样第4排就完成了。后面的第5到18排继续往返钩织，每3排换1次线，注意不要随意调整加针位置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即可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第19排的钩织。小样这里已经完成了换线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小样针数随机。
完成后勾八针锁针。下方空八针不勾。从下一针开始对应钩短针。对应数量的短针钩完后，继续钩八针锁针。下方空八针，继续对应钩短针。这样第19排就完成了，并留出了袖洞位置。继续钩第20排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针目对应钩短针。到了锁针位置，这里锁针的反面对着自己，挑锁针上方的半针和反面的这根度线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继续挑针目对应钩短针。往下就像这样，挑针目及锁针的两根线对应钩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一排。多余的线头剪断。这样第20排就讲解完了，后面的第21到30排继续对照表格钩织，不要忘记换线。大家注意边钩边在身体上试穿一下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手松紧，保证衣服穿着合适。最后一排完成后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收线头即可。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钩边，小样排数与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：先钩左门襟位置，将主体整理好，领子锁在正面朝上，找到主体第1排边缘的入针位置，在这里接线。然后挑侧边洞眼，对应钩3针短针，
两针锁针过渡。下方跳过2个动眼位置，也就是排与排之间的这一位置，继续对应钩4针短针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扣眼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间隔4针预留一个扣眼。小样这里排数较少，大家钩完最后2针锁针，跳过2个动眼位置，在最后一排的针目上钩1针短针。这一侧一共留出5个扣眼，然后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线头收好，这样左门襟的钩边就完成了。右门襟在另一侧最后一排的入针位置接线。然后挑豆眼对应钩短针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豆眼位置，然后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将线头从主体第一排入针位置钩到里面，顺着纹理收好即可。这样钩边就完成了。最后在右门襟上缝合扣子，将门襟位置对应，在扣眼对应的右门襟钩边上缝合扣子，取出钩织门襟的线，小样颜色随机，抽取2股穿入缝针。取出扣子，由凹陷的正面朝上，放在扣眼对应位置，扣子孔眼横向放置。开始预留一点线头，多缝几次固定。然后将线头打结，
接着渡线到下一位置，想要位置随机。继续缝合扣子，注意扣子孔眼保持一致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即可。最后将所有线都收好，这样扣子就讲解完了，衣服也讲解完毕。接着学习帽子，看一下成品。帽子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帽子主体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。完成后加上小球和五角星。用到的新针法是 FW 长针一针放3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织帽子主体，开始环形起针，这里我已经提前起好了。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引拔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，然后在起针的线圈里钩4针短针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圈，然后在第一针短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引拔钩织时，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二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引拔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接着挑针目一一对应钩4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然后在第一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注意钩之前将正面的纹理朝外。这里可能不太好钩，注意耐心一些。拉紧，完成后注意核对针数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的第3到39圈
继续对照表格针法钩织。注意每圈开始需要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结尾钩织引拔针连接。注意最后几圈边钩边与主体头部比对一下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手松紧，保证帽子戴上去合适。第39圈钩完后，接着钩第40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针数与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先对照表格钩织。钩到最后一针时注意，由于下一圈需要换线，先钩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取出下一圈的线材，将线钩出，调整一下，完成短针并完成了换线，用新线引拔结束。拉紧，这样第40圈就讲解完了。圆线由于间隔一圈就会用到，放在后方暂不处理。接着用新线钩第41圈，钩织时将新线线头一起收一下。小样这里针数较少，针法不做具体参考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钩到最后一针时注意，下一圈需要换圆线钩织，先钩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换圆线钩出，调整一下，然后用圆线引拔结束。第41圈就讲解完了。新线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后面钩织时将线头一起收进去。大家继续对照表格将第42圈钩完。第42圈钩完后，接着钩第43圈，先立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算作1针长针，然后在下方引拔的入针位置挑针目的前半针钩一针长针加针。接着在左侧针目的前半针上钩一针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针长针。1、2、3，长针1针放3针完成。往下继续挑前半针，对应钩长针1针放3针，一直钩到最后还剩1针。
到了对应位置，先在前半针上钩2针长针。由于下一圈需要换线，最后一针长针先钩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取出下一圈的线材，将线钩出，调整一下，长针完成，并完成了换线。用新线在起立针上挑最上方锁针的2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拉紧。第43圈就完成了。原线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下面钩最后一圈，先钩3针锁针，左侧跳过1针，注意这一针针目有些变形，不要漏掉。在下一针上钩1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这样括号里的一组针法就钩好了。继续重复钩制这样的一组，一直钩完这一圈。最后的引拔针钩在上一圈引拔的入针位置，然后断线，拉紧，将所有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好。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帽子主体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小球，看一下成品。小球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绕圈螺旋钩织，边钩边加入填充物，最后预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收口。收口方法与主体收口方法类似。注意收口完成后线头暂不处理，大家对照图纸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小球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小球的缝合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从收口的中心穿入，起针中心穿出，将收口位置按压平整，然后穿入帽子的主体起针中心。稍微拉紧，注意调整松紧，小球可以自由晃动。在里面将线头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。
这样小球就缝合好了。下面学习五角星，看一下成品。五角星由2个五角星支片组成，单个五角星支片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完成后缝合起来，并加入填充物，最后加上珍珠组装在对应位置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第1到2圈钩织方法比较简单，开始第1针锁针起立，结尾钩织引拔针连接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即可。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，起针的线头已经收了1圈，可以直接剪断。下面钩第3圈，先钩5针锁针，对应下方的短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半针，对应钩1针引拔针，1针短针，1针中长针，和1针长针，下面在上一圈上跳过1针，在下一针上，也就是上一圈第2针短针加针的第1针短针上，钩1针引拔针。注意，锁针对应的这1针同样跳过。稍微拉紧，这样五角星的一个角就钩好了。继续钩第2个角，先钩5针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的半针，对应钩1针引拔针，1针短针，1针中长针和1针长针。下面在上一圈上跳过1针，在下一针上钩1针引拔针，第2个角就完成了。继续钩完剩下的3个角。最后1针引拔针，钩在上一圈引拔的入针位置，拉紧，然后预留6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拉紧，这样一个五角星织片就完成了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另一个五角星织片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，最后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在反面收好。大家自行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五角星织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将五角星缝合起来，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2个五角星织片反面相对，正面均朝外，5个角对应。
挑对应的锁针剩余的2根线和对应的针目，卷针缝合起来。脚位置可以多缝1次固定。夹角位置也可以缝1次，防止出现痘眼。继续缝合。最后还剩1个角，在里面加入一点填充物，适量即可。完成后收好线头。这样一个五角星就制作好了。接着取出钩织五角星的线，抽取2股穿入缝针。先在五角星里藏线，确认牢固后，从一个夹角位置穿出，取出珍珠配件，从孔眼中穿过，在夹角位置缝1次。
注意线不要拉紧，配件要能轻轻晃动。将线打一个结，从另一侧脚尖位置穿出。与小球的收口位置固定起来。固定牢固后，将线头收好。这样五角星就组装好了，帽子也讲解完毕。下面学习包包，看一下成品。包包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螺旋钩织，最后几排来回往返钩织，完成后进行钩边。接着钩织包带，最后加上扣子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前面的第1到16圈绕圈钩织，第17到24排往返钩织，注意纹理清晰的正面朝外。完成后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端线，方法比较简单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钩边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将往返钩织的部分对着自己，在最右侧短针的入针位置接线，然后挑排与排之间的洞眼，对应钩6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然后在最后一排边缘针目上钩一针短针加针，然后挑针目钩5针短针，接着钩4针锁针，下方跳过3针，对应钩6针短针，1针短针加针，
然后挑侧边对应钩6针短针。最后在下方短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引8针。这样钩边就完成了。多余的线头剪断。接着钩包带，先钩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具体锁针数请参考图纸。实际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锁针数量。完成后，在钩边的接线位置钩一针引8针，注意锁针辫子不要扭起来。然后返回调锁针反面的度线。一一对应钩引8针。全部钩完后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线头顺着纹理收好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这样包带就完成了。最后将包盖向下翻折，在对应位置缝上一个扣子。扣子有花纹的正面朝上，具体缝合方法与衣服上扣子的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这样包包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将服饰一一穿好。到这里，整个玩偶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置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